为什么很多人把逆袭的夏亚当做 UC 故事的结局？这也算是我做直播这么多天来最深刻的一个感受了。基本上绝大多数的观众在讨论 UC 纪元的故事时，都是以 UC 前100年为主的，尤其是0093逆袭的夏亚算是一个分水岭。讨论 UC 0096独角兽都有种讨论外传的感觉，尽管官方是给他转正了的100年后的 F91、海盗、高达 V， 以至于 G 救世主，只有一小撮观众热衷于他们的故事，甚至现在还在等待续集上映的闪光的哈萨维，他的热度都没有想象中那么高。这是为什么呢？今天就让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吧。很多人说那还不是因为 UC 100年前拍得多，大家才喜欢看的吗？其实也没这么简单，大家喜欢看拍得多，大家更喜欢看拍得更多，这是一个螺旋上升的事儿，它并不是这件事的本质，只是现象。首先UC 100年后人气骤降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觉得呢就是角色的断层。不知大家发现没有UC 100年前的3个人气巨头，他们的故事基本上串联了该时间段内的整个 UC 宇宙。没错说的正是阿姆罗、夏亚与林有德。他们于0079中初登场便积累了相当大的人气，在随后的0087高达 Zeta 中，主角卡缪更是这3个人轮流带大的。而 ZZ 虽然只有林有德登场，但他作为紧挨着 Zeta 播出的剧目，也是通过林有德将2部剧紧密的联系了起来。而逆袭的夏亚更不用多说堪称这3人的荧幕秀。就算到了0096独角兽中，夏亚也是以尾鸭的身份玩了一个借尸还魂，布莱德呢也客串了不少重要的任务，阿姆罗也要时不时通过遗像的方式跟观众们打个招呼。可以说虽然每部剧都是新剧新时间点，但由于呢有这些老面孔的出现，至少会让老观众们倍感亲切，让新观众们呢也能够见识到这些大名鼎鼎的耳熟能详的角色。而到了 UC 100年以后， UC 宇宙在角色带动方面就出了严重的断层，剧中对前100年重要的角色可以说是只字不提，只有海盗里边呢杰多老爷子还会时不时出来露两手。可惜海盗目前还处于每年4月1号都会公布动画化的状态，只有漫画确实很难扩圈。像 F91 和高达 V 其实完全可以让60岁或者是80岁的卡缪与杰多以老者的身份出来讲讲故事，带带新人，那都是很好的，也算是原始3巨头的精神借由他们之手传递到了下一代。就算是0105年的哈萨维，按照他是贝托蒂加子嗣的后续来看，也完全可以让贝托蒂加拉着阿姆罗的孩子，抱着阿姆罗的遗像哭两鼻子，调动一下老观众们的情感嘛。可惜这些都没有，只有林有德那听话的好儿子哈萨维苦苦支撑着全部纽带的作用。最近の子供はどうしてこうわがままなんだ。うちの子はもっと素直だった。ハサウェイ。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讲讲断层的另一个原因，那就是参战势力。UC 前100年基本都是联邦与吉翁参党、新吉翁参党的战斗。可以说呢，两边的派系与故事那都是一脉相承的，里边的很多高层角色势力组成也都是紧密相连的。就比如吉翁你别看他散了又聚，聚了又散的，扎比加呢也早早在0079就被忠臣夏亚给灭门了，但就靠着扎比加那活下来的独苗汤小美，加上部分继承了戴肯理念的夏亚，以及新晋人气角色哈曼的支持，甚至到了 UC 0096年，汤小美还转正当了女主角。喜欢高达的老观众在看这些故事时呢，会感到历史的延续，有一种想要看到他们结局的欲望。而慕名而来的新观众也一眼就能看出，这就是那帮胶老整天喊的吉克吉翁说白了这也符合新人看剧时的预期。所以对很多人来说当阿姆罗与夏亚消失在宇宙中，当新吉翁最后的进攻被瓦解，当宇宙突然被人性的光辉所点亮，逆袭的夏亚基本就标志着 UC 故事宇宙的完结了。随后的独角兽呢，虽然续了一个新吉翁残党，但也难免有点狗尾续貂的感觉，再加上对人物刻画以及对新人类的描写比较有失水准，所以呢，很多老粉丝至今都不愿意承认独角兽是正史，你们万代懂什么高达？而 UC 100年后的故事什么马夫蒂什么宇宙贵族什么赞斯卡尔帝国虽然冲突双方的主体还是地球联邦与宇宙居民，但总给人一种你们是谁的感觉。虽然导演想要跳出舒适圈来展开对新势力冲突的描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儿，但可惜各种问题，比如人物、故事，甚至于是子宫像啥的这些综合下来呢，使得观众很难接受这些新兴势力。这一点呢，也是不得不承认的。最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鸡舍审美的断代。不知大家有没有发现高达出了这么多分支宇宙像是 UC、W、G、Z 00、AGE、铁血，
他们的大多数鸡舍，你基本只要看一眼就能分辨出它属于哪个宇宙的。哪怕很多宇宙的鸡舍作者都是同一人，我们也能从鸡舍风格上一眼看出差距。但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最有意思的是 UC 前100年的机体与后100年的机体，你也能一眼看出它们的差距，就仿佛它们不属于同一个宇宙一样。哪怕是外传机体有不少是魔改风的，你也一眼能看出它是否是100年前或100年后的。这里面一个是100年后的机体普遍小型化了，一个是鸡舍作者有意根据故事背景与公司上层的决定，将鸡舍做出差异化，目的就是为了吸引不同的人群。然而说实话在我认知中 UC 机体最大的魅力就是那种极强的工业风格，液压杆、动力管、传动装置的刻画，各种接近人类使用的实弹武器、爆破武器的运用，甚至是很多机体所带来的厚重感，都是能让我一眼认出 UC 系机体的特征。而这些到了 UC 100年以后呢，就基本消失殆尽了。尽管有的机体还会有些许的液压杆、动力管，但它们那种轻飘飘的感觉，偏向未来科技的外形设计，甚至是一些奇葩的造型特征，也很难让我从心里边认同它们是 UC 系机体的后续。事实上从富野的角度来讲，他当初就是不想再拍高达了，就是想另起炉灶拍新的 IP。怎奈呢，高层觉得高达太赚钱，强行把这些原定为新系列的动画全都加上高达标签。你要是结合这一层面其实倒也觉得不奇怪了。UC 100年后的这些故事，完全可以当做独立的机器人动画来看。它无论是人物、势力还是机体，都跟高达没半毛钱关系。但偏偏被万代定义为高达 UC 的续作，这么做下来呢，没有割裂感才奇怪呢。你觉得是不是这个理儿？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高达 UC 后期的机体为什么要小型化？从 UC 0079 18米高的元祖高达，到 UC 0093 22米高的牛高达，再到 UC 105年28米高的科西高达， UC 系的机体在不断的体积恐龙化。而到了 UC 0123年的 F91高达，机体高度却来到了15米。很多朋友好奇为啥 UC 宇宙要突然搞机体小型化？今天就让我们来简单聊聊这个话题吧。首先要说说联邦为什么希望机体小型化，这个其实牵扯到 UC 100年以后的战争局势了。我们知道当阿纳海姆做大做强以后，就不断的在暗中资助吉翁残党、新吉翁残党以及马夫蒂这些反联邦组织，其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军火生意能够延续。可就算是一直有阿纳海姆的资助，战争的规模也是在不断的减小的。就拿1年战争来说可能很多人以为 MS 这种是很高科技的产物，生产1台都应该很困难吧？但实际上就光在1年战争期间，联邦就生产了4000多台 MS， 而吉翁呢也生产了3000多台 MS， 这还只是 MS 的数量而且是1年间生产的数量。对比一下，现在虽然是和平年代，但全球5代机搞了这么多年，差不多也才1400架左右，可见 UC 宇宙的生产力水平是有多么恐怖了。随后经历0083、0087、0088、0093、0096这几个关键战争节点以后，反联邦势力已经呈现出不断缩小的态势，而那成千上万的现役 MS， 光维护成本就成了一笔相当恐怖的开销。就这，阿纳海姆还一边给马夫蒂生产梅萨，一边给联邦生产古斯塔夫卡尔，希望通过5代机的量产，全面取代旧时代的机体，让业绩创新高。可当时联邦现役的 MS 是个什么状况呢？看看这抽象的机枪节钢吧，这武装直升机都能完成的任务，都要派 MS 来执行。联邦格纳库到底堆积了多少 MS， 那根本不敢想而阿纳海姆生产的巨型5代机，又主打一个皮儿厚、馅儿大、成本高，这算盘打的都直接崩联邦脸上了。联邦也不傻随后便拍马启动自家的小体积任务化 MS 线。最为大家熟知的代表机体，那就是 F90 与 F91了。更小的体积带来的是成本大幅度下降，模块化的组件代表着简易换装下的高泛用性，还摆脱了阿纳海姆这中间商赚差价，那真的是性价比十足那么上面的大人物有把 MS 小型化的意愿，技术上又是否能支持呢？拿最核心的技术米洛夫斯基反应炉，也就是 MS 的核动力炉来说吧，在 UC 100年后的技术路线中，反应炉也迎来了重大的发展。新型的反应炉储存了核聚变前的氦3等燃料，并用爱立场形成输送通道，使原料可以直接在反应堆中进行融合，极大增加出力的同时，反应堆的体积也可以大大减小。这一加一减之间，也就给 MS 带来了相当大的减重空间。与反应炉一起减小的还有米氏粒子悬浮装置，也就是大家俗称的米漂。早期 UC 宇宙的战舰都是靠米漂来实现大气层内的空中飞行的。具体原理呢，我在之前的视频讲过，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战争期间，无论是联邦还是吉翁，都在不断的尝试把米漂系统小型化。像 08M 小队中的大馒头阿普萨拉斯，就是对米漂小型化的一个尝试，只不过体积依然很大就是了。再来说说科西，它的体积之所以如此之大，反而是因为当时的米漂系统初步完成了小型化，又没有那么小型的时候，时装到了科西身上。
所以啊才使他不得已搞了一个28米的高度。这里顺带提一嘴啊，后来设定中柯7是米氏粒子飞行系统，其实米飘和米飞原理差不多。设定上来说呢，米飞的优点主要就是可以抛弃5代机的大型装备，搭配米氏粒子控制器，就可以实现 MS 的巡航飞行了。时间往后推一推，据某位监督说啊 ，F91中所有的 MS 都搭载了小型化后的米飘，而 V17米飞也是中高端机体的标配了。而他们的身高呢，普遍都是15米左右，对比柯7那一代啊，那真是小很多的。除了动力炉和飞行装置方面的小型化，武器的发展啊更是重中之重。没错，说的就是 VSBR。在 UC 100年左右的战争中，随着艾力场和光束盾技术的不断完善，很多大型机和 MA 的生存条件都获得了极大的保障。一般光束武器对艾力场和光束盾可以说是毫无办法。为了能够突破防线，像大型火箭弹这样的实弹武器就成了很多 MS 必不可缺的装备。因为无论是火箭弹的碎片攻击还是震荡伤害，都是能相当高效的拆除艾力场生成装置的。之后啊，就能够使用光束武器进行有效的杀伤了。而 VSBR 的诞生改变了这一攻守的平衡，它可以发射高穿透力的光束，一击就贯穿艾力场与光束盾。从此啊，大型 MS 与 MA 在战场上就成了活靶子般的存在。相对来说呢，体积更小、灵活性更高的小型机在战场上的生存性能会更好一些。再来说说战场需求啊，在1年战争那会儿，往往一支部队前脚还要在地球上驻守呢，后脚就被调到宇宙上反击了。在这种情况下啊，机体的泛用性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因此呢，后边很多 MS 的发展都是往全地形、全应对状况发展。在这种堆料设计的理念下 ，MS 的体积啊也不可避免的越来越大。到了 UC 100年初期，联邦所面对的反政府势力，实际上在战争规模上是越来越小的。联邦的一些局部部队就能够完成镇压的任务，比如逆袭的夏亚中，看起来啊总帅好像是浩浩荡荡、势如破竹的，让联邦吃了不少鳖。实际上啊，真正跟总帅交手的，也就是以铃铛队为主的地方部队。可以说总帅是打了一个出其不意，不然也不会获得这么大的战果。再加上 F90期间对 MS 任务模块化的试验，使得 MS 可以通过外挂不同的装备，就可以提高不同任务的适应性。地方部队的机体啊也越来越克制化，突出小而精，而不是大而全了。最后啊，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那就是大型的 MS 不好出模型啊，盒子大、仓储压力大不说，对模型的关节把持力度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再加上日本那边很多年轻人的住宅面积比较小，大型机从收藏的角度来讲啊也不讨好，所以机体小型化更是大势所趋啊。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